邱建良带领5大金刚攻占日本东京，打得日本选手满脸大包，鬼哭狼嚎。这是一场中国选手对阵日本选手的6v6大战。邱建良带领一众中国选手来到日本，只为证明中国搏击的强大。然而日本人却不讲武德，在赛前发布会上就出口嘲讽，不但对中国战队不敬，还侮辱邱建良。邱建良敢挑战我们，胆子很大。要我说，确实是不怕死。但日本武士道精神会让中国人死得很惨。这场比赛，我们日本战队会让天真的中国人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格斗比赛。我不想说太多的话在发布会上，但除了这个呼吸和吃饭的力气以外，我都会把所有的力气放在擂台里。所以明天我们擂台上见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本场比赛的第一回合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右边红色拳道的是我们的中国选手邱建良，左边的是来自日本的小贡游纪博。这场比赛是中日对抗赛的6v6全面对抗赛，邱建良作为队长代表出战。那么这场比赛的话，也是6v6大战中的其中一场。目前啊，中国战队的比分处在一个危险的阶段。如果邱建良能够拿下这一分的话，那么对我们中国战队整体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助力。邱建良开局的高扫踢非常帅气流畅的一招啊，先是给对手一个下马威。我们能看到对手小宫游纪博是慢慢的向前逼近，这个选手的姿势有点猥琐。邱建良左摇右闪，中扫踢一腿，是将对手直接踢的踉跄跌倒。转身的神龙摆尾，这是邱建良代表绝技，又来神龙摆尾。目前第一回合，邱建良在换腿方面是已经占据优势了。可以看到邱建良的身法移动非常灵活，地扫踢差点将队友踢倒了，又是一个回旋踢，转身的神龙摆尾，再配合边拳。邱建良的招数是非常多的，这可以说是中国选手里面打法最好看的几位选手之一。顶膝，对手进行搂抱，通过搂抱来抵挡住邱建良这波进攻。低扫，对手还了一腿低扫，踢得很快，这刚命中一腿啊，现场观众就已经嚎叫起来了。现场日本粉丝实在是太多了啊，不得不说他们这个应援啊非常给力，打中一下就喊一声。中扫，转身的高扫踢，转身后摆腿，又来转身的高扫。邱建良目前的打法真的是非常有压迫感，连续几次的高扫腿啊，也是让对手不敢在中距离拼招了。低扫，第一回合还是1分钟。邱建良在第一回合中腿法是用的比较多的，换腿，再来扫腿。我们能看到小宫游纪博明显不敢跟邱建良拼腿了，邱建良的腿部肌肉啊，那不是小宫游纪博能比的。每次在换腿的过程中，我们能看到小宫游纪博是非常疼痛难忍的向后缩去，这就是邱建良的腿法，他的腿功。这也是为什么邱建良在国内被叫做腿王，也是这个原因。很少有人敢和邱建良啊去换腿。第一回合15秒，邱建良面部的报价非常好，根本不给对手进攻的机会。转身高扫踢漂亮，这一脚神龙摆尾是直接将对手击倒在地。我们能看到小宫游纪博现在慢慢爬起之后，神情有些慌张，在第一回合压哨铃声响起之前被打出了击倒，这是非常损失气势的。好的，铃声敲响，那简单说一下，马上开始第2回合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本场比赛的第2回合正式开战了。在第一回合的末尾，我们能看到小宫游纪博是在压哨铃声响起之前，被一记高扫踢直接抱头踢倒。这一招啊，其实是已经对小宫游纪博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伤害了。刚才那一招踢完，他整个人啊是已经恍惚的神情。那邱建良来到第2回合之后，紧接着又是连续的配合技，不断打到对手身上，这让日本选手啊没法应对。他只能用简单的拳腿配合去还击。邱建良低扫，
正蹬，击负没关系，轩辕梁右勾拳再打一下，高扫踢，这是一个高扫带摔了。高扫之后，对手是接住了轩辕梁这一腿啊，感觉有点爱上轩辕梁的腿法了。那这边又是近身的搂抱，又来了，这比赛是越打越暧昧啊。日本选手可能刚才被那一脚踢昏头了，性取向都给踢变了。轩辕梁低扫，先踢一下，对手立马拉开，前后手打到轩辕梁脸上，转身的后摆腿，踢中对手的肋骨。那这边近身的缠斗，轩辕梁跳膝，对手孤颈。这边裁判叫停的比赛，是给予日本选手一个警告啊，是不可以这种近身孤颈的。轩辕梁这样比赛打得没问题，防住对手的一腿，再还中扫，向前顶进，跳膝前手，对手又在搂抱，漂亮，转身的后扫腿，又是将对手踢倒。邱建良的这个打法啊，真的是越来越有观赏性了。这种近身出腿啊，说实在的，很少有选手敢这么打，只有对自己的技术啊有绝佳的自信，才能使出这种招数。漂亮，近身又将对手放倒了。日本选手现在完全被打得没有自信心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去作战了。而邱建良已经牢牢地把比赛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现在就是单方面的出杀。1分钟，转身的后摆腿，前手打膝，再来一腿，又是左右手重拳，又将对手击倒了。天哪，邱建良流畅的打法，让线上的日本观众都打得失声了。那这边裁判叫停了比赛，进入了一个读秒状态。来看一下日本选手还能不能继续作战。他已经遭受重击连续好几波了啊！现在台下的日本观众也是不敢说话了，对自己的日本战队选手失去了信心。现在被打成这个惨样啊，他们也没什么心情说话了。比赛继续，轩辕梁开局又是低扫，这个扫腿啊，真的是已经让日本选手吃尽了苦头。第二回合还是40秒，右手重击，对手低扫还击，终于是有点有效的还制了。但是邱建良的左右手的重拳啊，连续的牙齿打出来，日本选手还是没法招架。现在这场比赛已经成为了邱建良的个人秀，完全是在秀自己的技术。转身的神龙摆尾，哎呦，太帅了！这一招又来，这是个转身的回蹬腿，又给放倒了。最后的10秒，第二回合最后10秒又一次打出了击倒，想要跳膝，但这边没踢出来。轩辕梁选择在近身换拳，右手重拳，日本选手选择近身顶膝，轩辕梁非常有武德啊！铃声敲响了，这一拳马上打出去了，但又收回了，这就是中国选手的武德。那接着就是人家马上是第3回合。来了，本场比赛的第3回合，邱建良对阵小宫游纪博。目前还没有打出 KO， 但是邱建良已经占据了上风。轩辕梁双拳放在面前，抱架非常稳，很小心，右手的重击打向前去，对手搂抱，先打头再打腹，上下齐发。好，那这边裁判是刚开局就叫停了比赛。来看一下日本选手头部的状态，这边头骨啊好像是有一点点开缝，流出了鲜血。轩辕梁击腹，连续的重击猛打，高扫踢，近身的高扫踢啊，就像刚才讲的，邱建良对自己的腿法极为的自信，在这么近的距离，他能够把腿抬到这么高的位置，真的是很难想象啊！他在平时的训练中付出了多少努力。躲过对手的右手重拳，轩辕梁扑入近身，击腹打头，流畅的操作。小宫游纪波已经被打得发晃了，而裁判呢又在此时叫停了比赛。现在裁判有点偏向日本选手了，很明显，稍微有一点点的重击，裁判就会叫停比赛，来打断邱建良的比赛节奏。这其实是一种主场型的偏袒，很多时刻是不需要叫暂停的，但裁判还是叫了这种暂停，给予日本选手一个喘息的机会。裁判又叫停了，我们看到这边是非常熟悉的一个情况，又是叫停，又是叫停，刚打上感觉啊，又给拉开了。
反而是日本选手一直在搂抱。其实这种情况下的话，应该给予日本选手一个警告的，孤劲的警告。漂亮，高扫踢，直击将对手踢倒。第3回还剩1分半，最后的时间里，邱建良再多虐一会儿这个日本选手是有时间的，也是有机会的。拳腿，右手重击打到对手身上，对手爆头躲闪，邱建良上勾拳连续2发，对手只能近身搂抱。邱建良又是一记高扫踢，对手低扫还击，但效果一般。邱建良右手重击，左手向前打屈，对手又一次选择搂抱来打断邱建良进攻节奏。第3回合还剩1分钟，转身边拳，邱建良又一次使出了非常帅气的一招。这一拳如果说没被对手拳头防住的话，应该直接 KO 了。近身打头打腹，中扫踢，对手又一次扑入近身，两人近身的搂抱，40秒。那这边的话，邱建良也是对裁判的这种叫停无语了，很多时候没有必要叫停，他还是硬要叫停，那我们只能笑嘻嘻的啊，行，你随意，但在空余的时间里，我会狠狠的教训日本小子。又一次叫停了，30秒，看你还能撑他多久。直接放倒，阴险的日本选手啊，还抬腿勾了一下邱建良，把邱建良给绊倒了。这小子被打成这个鸟样啊，用心还是极其的险恶。拉开距离，最后的时间，邱建良，这是一记劈挂腿舍身踢。好的，铃声敲响，第3回合再次告一段落。最终让我们来看看最终的胜者究竟是谁。邱建良也是摇头晃脑啊，表示对于裁判的不满。但这场比赛的胜者，我想大家心里应该会有答案的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